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最新一期，久违了的远征武将司马师。司马师的普攻会对单体造成伤害，并消耗自身3%最大生命值，记录在作逆中。作逆是司马师的核心系统，有点类似 SP 司马懿的种，都是用来记录的。只不过司马师的作逆记录的是司马师损失的血量。不管是司马师自残后损失的血量，还是被敌方攻击后损失的血量，都会被记录在作逆中。作逆最高可以储存司马师最大血量的80%。当作逆达到最大值时，会立即被清空，并为司马师恢复储存量50%的血量。每场战斗最多触发4次，此技能不会被封印。这就等同是让司马师自带了一个回血的机制，只要受到80%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就可以自动恢复40%血量一次。当然，前提是不能直接被打死。司马师的怒攻会消耗自身20%最大生命值，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且在每回合结束时，还会为我方全体武将附加作逆中累计储存量60%的护盾。最多不超过司马师最大生命值的200%。简单来说，就是个可以每回合免费加盾的，而且司马师的护盾还会提供30%的反弹伤害减免。由于护盾是根据累计储存量而增加的，所以只要你的司马师一直受伤但不死，每回合可添加的护盾就会越来越高，最多可达到不超过司马师最大生命值200%的护盾。司马师和 SP 司马懿一样，有着回合越长就越强的体质。3星被动，当作逆每累计储存司马师最大生命值的20%时，司马师都会立即触发一次不消耗血量的怒攻，并且本次怒攻还会附带作逆当前储存值50%的真实伤害，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这代表司马师每损失一次20%的生命值，就可以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次作逆储存量1半的真实伤害。但由于看的是当前的储存量，所以真伤会不太稳定，最高也只能造成40%最大生命值的真伤。不过用司马师一个人的血量来换敌方全体的血量，这个买卖还是很划算的。5星被动，当作逆的储存量达到最大值，而司马师的血量又高于50%时，作逆值清空后为司马师回血的能力会改成为血量最低的我方武将回血。这项能力看起来好像是个可以帮助血量最低武将回血的能力，但它其实是个附加强。这会让司马师自身的生存能力变得十分不稳定，这个问题需要后续的星数才能解决。5星的第二个能力会在第2回合才开始生效，当己方防御型武将获得护盾时，也会顺带恢复350点怒气，每个武将每回合只能生效2次。这个能力在盾队中就非常强了，盾队肯定不会缺能加盾的武将。司马师和 SP 司马懿都是每回合能给全体添加护盾的角色，所以激活回怒的能力完全不是问题。5星被动基本保底了防御型武将每回合可以获得700点怒气，加上普攻，加上被打回怒，勉强也可以让防御型武将每回合释放1次怒攻。异火被动会使作逆清空后恢复的血量从原来储存值的50%提升至80%，这代表司马师每损失80%血量就可以恢复64%的血量。异火被动也同时给了司马师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若作逆的回血目标变成视为血量最低的武将回血时，司马师同时也能获得回复量45%的血量。不过即使有了异火被动，也无法保证司马师的安全。异火被动只是让司马师有能力在血量被消耗掉80%后，将血量重新补到80%左右而已。间中还需要有其他补血支援，尚无法做到自给自足。3火被动会在前5回合内，每回合开始都为全队添加最大生命值25%的护盾和提升10%最终伤害减免1回合，并且每过1回合，司马师添加的护盾量就会提高25%，
最终伤害减免就会提升10%，最高可获得最大生命值75%的护盾和30%的最终伤害减免，也就是3回合后就可以达到最高点。有了3火被动的回合开始前护盾和怒弓的回合结束前护盾，盾队就从此不会再缺盾了。而且这2个护盾都是会随着回合数提升而变得越来越厚的类型。5火被动会使作逆的血量转化率提升至 1.5 倍，并且整场战斗可发动的次数也会从4次提升到7次，并且还给了司马师释放怒弓时可额外提高全体队友 15% 最终伤害减免的能力，最多可叠加2层，持续2回合。1.5 倍的转化率会让司马师在损失 54% 的血量后就可以充满作逆，并触发清空回血技能。最重要的是 54% 的损血量刚好可以让司马师的血量低于 50%， 让作逆清空后可以为自己回血。有了5火被动的转化率提升后，司马师每损失 54% 血量就可以直接恢复 64%， 或间接恢复 30% 的血量。这么一来，司马师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总算是稳定下来了。所以司马师是需要5火才能上阵的，不然生存率会不稳定。完全踢的司马师可以在一场战斗里半血后恢复接近满血7次，就相等于是拥有3条血的武将，这个含金量完全不会输给水镜的概率复活5次。司马师因为半血就复活，人没死，所以增益也还在，不会像水镜复活后的镜像那么脆，只能用来碰瓷，这是司马师的优势。5火提供的怒弓添加最终伤害减免的能力，对司马师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他少数能在第1回合就发挥的技能。司马师的羁绊需要上阵3个防御型武将才能激活。激活羁绊后，司马师进入战斗后，最大生命值会提升 40%。最大生命值的提升对司马师有着许多重大的意义。它提升了司马师的坦度，也增加了容错率，提升了作逆清空后回血的力度，提升了怒弓的真实伤害和添加护盾的厚度。因为司马师的核心机制作逆绑定了司马师的最大生命，所以提升司马师的最大生命值就等同是全面提升了司马师的各项能力。羁绊还会在开场时使我方防御型武将的无视防御提升 40%， 最终暴击率提升 50%， 但效果只持续到防御型武将首次释放龙魂技后，增益就会失效。这很明显就是做给 SP 司马懿，用来提升第2回合释放龙魂技的伤害，用来提升种的记录值所用的。所以为了保证 SP 司马懿的龙魂技能吃到最终暴击率和无视防御的增伤，队伍里绝对不能有其他能释放龙魂技的 SP 防御型武将在内。最后是抽取建议，司马师的配对基本上都是和 SP 司马懿深度绑定的，属于玩盾队就可以抽的角色。不过由于司马师的优缺点也和 SP 司马懿一样，都属于首回合弱，但回合数越长就越强的角色，所以为了补充 SP 司马懿队在首回合的强度，最终司马师还是会被命魂许褚给取代的。现在的盾队实在太挤了，命魂张星辰和命魂许褚都是 SP 司马懿的固定班底，在3SP 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就只剩最后一个位置，让司马师去和其他命魂武将争。但远征武将和命魂武将毕竟不是同一阶级的武将，所以司马师争不过其他命魂武将也属正常。但若是你不打算抽命魂许褚的，那么司马师应该就可以继续留在 SP 司马懿的队伍里。司马师的另一个出路是 SP 旅部队，虽然司马师的羁绊在 SP 旅部队里可能无法激活，但 SP 旅部队看中的就只是司马师自身的坦度和能为队伍增加坦度，能为吕布回血的能力而已。所以即使没有激活羁绊的能力也无所谓。另外，由 SP 张辽、司马师、水镜和姜维所组成的水师队也成为了新区开荒的好用队伍之一。除此之外，司马师在其他队伍里应该是派不上用场了。
但即便如此，司马师依然是本期2个远征武将中表现的比较好的那一个，所以存了很多 PU 卷的老区，还是可以适当的消耗一下 PU 卷，把司马师抽满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